竟敢祸害人间！凡人，找死！冥顽不灵，今日便给你长长教训。求求你，不要杀我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龙族姓银，何况还是条千年龙母，可莫要被他迷惑了。待离儿吸收这颗龙元，突破陆地神仙境，恐纵横天下，无人匹敌。北凉王啊，北凉王，3年前你送来的傻儿子，如今就要睥睨众生了。徒儿，老夫刚刚算到，你爹他大限已至。什么？本想带你突破陆地神仙境再放你下山，但事已至此，便提前下山吧。徒儿，你满身修为正汲取龙元，当下与凡人无异。昔日上山之时，你尚且为一痴儿。如今北凉王府大敌当前，你还是藏拙为妙。是，谨遵师父教诲。待白眉红透之时，便是你境界大成之日。去吧。爹，孩儿不孝，未能拜你最后一程。爹，灵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北凉军各大统领未至，亦不见大前使者吊唁。看来师父说的没错，当下只能藏拙。姐姐、爹、奶奶，我回来了。爹，这大白天的，你怎么还在睡啊？爹，你快醒醒，陪我玩呀！奶奶，阿姐，爹爹怎么不理我？他是不是讨厌我了？唉，此前世子被老王爷带上山，还以为能有所好转，怎么……依我看，世子这痴病，世上无人可医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3年了，好在没受什么伤。弟弟乖，姐姐一会儿带你买糖吃。爹爹他要睡一个很长很长的觉。什么嘛，爹爹怎么这么贪睡啊？离儿，别打扰你爹了，去找梅儿吧，他就在你门前，一直在等你。哦，父王你放心，我定会替你好好保护阿弟。你当真能助我扫平北凉王府，让我与那傻子的婚约变作一张废纸？公主殿下放心，而今我已是半步宗师，北凉王那老东西死后，再无人能与我为敌。只是到时公主可莫要失约。放心，有我孙贤作保，无人能抢你北凉王的位置。驾！驾！梅儿，世子殿下。好了好了，世子殿下已是大人了，怎么还这么爱撒娇？嘿嘿，因为我很想梅儿嘛。可莫要让日后的世子妃听到了，不然世子可能就见不到梅儿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那可不行！好啦好啦，梅儿也很想世子殿下。梅儿，我跟你说，这3年我练就了绝世功法，我保证过了今天，再没人能欺负梅儿了。我知道，我就知道我们的世子殿下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啦。对了，梅儿，爹爹他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那么叫他，他都不理我，明明我还挺想他的。世子说过，不开心便吃糖，心情会好些。三公主驾到！世子殿下，快去见日后的世子妃吧。梅儿陪我。好。小郡主，
老王爷还在等你回去。如今我大越和前国正与潼关交战，您可是身处敌国啊！纵使你已半步宗师，若非回不可，至少让我看到他拜堂吧。此生无缘共白首，却也想沾沾他的喜气，也望他余生有人照料。若小郡主执意如此，还望您千万莫要动武，否则定会被认出。知道了。梅儿，梅儿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在。三公主驾到，有失远迎。无妨，反正本公主今日前来是为退婚的。老王爷尸骨未寒，这三公主便急着退婚，太过分了，分明是弃我北凉无人。三公主，我儿尚未封官，此事不能缓几日吗？不能，我弟弟婚事乃皇上亲赐，你今日退婚是要抗旨？哼，你们北凉王府还有脸提及此事？当年北凉王仰仗自己身负战功，竟恬不知耻让我嫁给一个傻子，这分明是他拥兵自重，大逆不道。什么？当年明明是圣上主动赐婚，怎到你口中竟颠倒了黑白？我不管，这婚我非退不可。我堂堂大前三公主，岂能屈身嫁给一个傻子？奶奶别生气，她不嫁我还不娶呢。她又丑又胖，脾气还臭。你说什么？你这傻子，敢不敢再说一遍？姐，你看她呀，一点都不像我的梅儿，既温柔又漂亮，还给我糖吃，可甜了。要娶的话，我要娶梅儿，我最喜欢梅儿了。世子殿下莫要胡言，奴家是罪臣之女，又身负贱籍，怎配得上世子？那又怎样？反正我就是喜欢梅儿。傻子，佩姬还真是天作之合啊！既如此，那便祝你们天长地久了。敢侮辱梅儿，定让你付出代价。奶奶，我不喜欢他，让他走啊！三公主，此事老身同意了，请回吧。回？我往哪儿回？老东西，你当真以为你北凉王府有这般大的面子？如此小事竟值得我亲自走一遭？张将军，进来吧。张萧，你竟背叛我北凉王府！陛下有令，今越国与我大前会战潼关，还请北凉王出兵30万至潼关增援。如若不从，视为谋反，削去其北凉王位，贬为庶人。张萧，我北凉世代抗击匈奴，连年征战，损耗惨重，哪里还有30万大军？你原为北凉先锋，别人不知，难道你还不知？末将只知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张将军何须与他们多言？此前听闻北凉军骁勇善战，如今看来皆是老弱病残，连30万援军都凑不出。这北凉王的位置，还是让张将军来做吧。老东西，你还想打本宫？难道想谋逆不成？奶奶，你辱老身无妨，辱我北凉王府亦可忍，可你不能辱我北凉将士。西晋阳关一战，我20万北凉将士力抗匈奴100万师，关下热血染冰河，战马嘶哭声不绝。一夜之间，我伪良家家带孝，至此再无男儿郎，3军将士皆白发。第10你大前的将士何在？和松江一战，老身一人守6关，白拔宋晋黑发人，硕大一北凉王府，徒留一痴儿。而今天下太平，匈奴再不敢来犯，你竟敢说我北凉孱弱！公主殿下，若你非要逼我北凉王府，便拿老身的人头回京交差吧，把它挂在北城门，让天下人尽知何为飞鸟尽，良弓藏。也让老身看看这满门枯骨守护了怎样的太平盛世。若大前苦苦相逼，我赵大愿随老太君赴死，愿随老太君赴死。老太君，我大前也并非不讲情面。这样吧，若你北凉王府有1人可战胜我的人，我便回京复命，称北凉后至有人，继续领北凉军。可若是无人能胜，我要你们随我回京，在父皇面前交出帅印。老太君不可啊！
若是到了京师，他们定会对你用尽酷刑啊！北凉将士不负我陆家，老身又怎会负北凉？我跟你赌！我听说世子上山学艺了，要不要上来比划比划啊？你给我等着，等我的功法大成，我要一剑把你劈成2半！哈哈哈，傻子就是傻子，不过倒是学会放狠话了。来啊，上来试试啊！看在老王爷的面子上，我下手轻点便是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不配提父王。北凉陆家枪，有点意思。半步宗师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快下来！我要你陪我去捉青蛙。半步宗师又如何？父王，夏儿定会保住北凉，保住弟弟。左边，右边，退。再来，世子殿下，您这样会打扰到郡主的。就这点能耐，依我看，这北凉王府还是趁早易主吧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哼，一个废物，一个傻子，北凉王府就这点实力，也敢把这王位不放？要知道，无论何时，都是强者为尊。我说，你们北凉王府还有没有人了？若是没人，便快点跪拜新的北凉王，说不定我念及旧情，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子再给你们3个数的时间，3、2、1。梅儿，对不起，世子殿下，梅儿骗了你。婢女江梅替世子出战。郡主，你当真要为那傻子暴露身份？什么？想不到梅儿竟这般厉害。北凉王府竟还藏着此等高手！好耶！我就知道梅儿最厉害了。三公主，这次比试是我们北凉胜了吧？何兄，还不现身！双锤撼天，是天榜排名前10的高手核心吧？什么？竟请来天榜前10的高手，你分明是作弊！那又如何？去，给我杀了他们！哈哈哈哈！没想到一个青楼的官倒是有点骨气，但刚刚那一下可是断了骨头，站不起来了吧？求求你，我外祖父很快会找到我，他会给你很多银子。求求你别让我还当自己是大小姐呢！快去给我接客！爹爹，那个姐姐好可怜，我要她和我玩。姐姐吃糖，娘亲说了，难过的时候就吃糖，甜甜的会开心。
我不能败，没办法，只能用那一招了。不行，越女剑，越女剑，越国王室剑法。你们北凉王府藏着个越国奸者，还敢说自己没有谋逆？此乃家师传授，与北凉王府无关。真气遇剑，必有救伤。他的命门就在此处。姐姐，这大高个儿总挡着左肋，是不是藏了糖呀？就差一点。哼，就凭你这点本事，还想伤到我？引力正道，除了陆地神仙，只怕已经无人是他的对手。郡主，世子殿下，对不起，北凉王府保不住了，快走吧。还差一点。把世子带走！少爷，你就从了吧。少爷，阿弟，莫要辜负了梅儿的苦心，快走吧。想走？太晚了吧！从今往后，本公府要你们北凉王府世代为奴。就是，难得这灵堂都已摆好，就再下去几个陪老王爷吧。世子，梅儿在这乖乖等你回来。世子，别难过，知道。梅儿，陆地神仙境已成，至此人世间再无敌手。不要！想好怎么死了吗？只用树枝便能挡住800斤的撼天锤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这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他身上明明连一丝真气都没有。张潇，你背主求荣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我知道了，定是那北凉王留下的什么秘法，否则他一个傻子怎会有如此实力？张潇，杀了他！这不可能！三公主，你带来的人都已经败了，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，我们北凉王府一并接着。北凉王府，陆离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我孙贤定要让你们灰飞烟灭！来人，把这里清扫干净。这1个月内加强府中各处巡逻警戒，不得有丝毫懈怠。是。阿弟，好啊，好啊！
我儿在天有灵，保佑我北凉王府后继有人。梅儿，700年了，主人这一世终于突破陆地神仙境了。主人，我们又能见面了。怎么回事？报！启禀圣上，天降神箭正落在前越边境，致使天降暴雨，大地裂变。什么？召集所有高手，随朕一探。是。梅儿，你会武？早年有位高人曾传授我武艺，梅儿并非有意隐瞒，只是……梅儿不说自是有难言之隐，没事的，我相信梅儿。谢谢世子，对不起，我弄疼你了。没事的，痛了就要说，不要什么事都放在心里。我去给你拿止痛散。既然世子不傻了，梅儿也无需留在世子身旁了，以免给世子带来麻烦。可是少主，其实我是……阿爹，我。姐，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！前越边境天降神兵，引得天地异变，现在外面乱套了。徒儿，为师夜观天象，算到多年之后，北凉将战火四起，尸横遍野。什么？待你下山之后，要尽快寻得一把旷世神兵，方可化解此劫。徒儿知晓，谢师尊透露天命，按师傅的卦象。北凉将战火四起，那师傅口中的旷世神兵，难不成就是……阿弟，你干嘛去？去见识见识，是何等神兵足以开天裂地。这就是从天而降的神兵。老夫想起来了，此剑我曾在古籍上见过，名唤断千秋。断千秋乃是700年前白衣剑仙的佩剑。相传此剑可断山峦，震四海，荡九州。当年白衣剑仙就是携此剑平定中原13国，斩尽天上88妖星。竟有这般厉害！若能得此剑，岂不是天下无敌？相传此剑能极大提高主人修为，号令群雄。当年剑仙冰解后，此剑便从人间消失，没想到如今竟从天而降。好啊！能得此剑，何愁越国不灭，北凉不平啊！来人，拔剑！前国的皇帝还真是心急。大越二皇子许靖，这把神兵落在前越交界之处，你一声不吭便想占为己有，未免太过贪心了吧？许靖，你不过是越国一皇子，胆敢对我父皇不敬！大前皇帝好大的架子啊！如此急躁，想必潼关的事儿让你寝食难安了吧？别以为你们在潼关小胜几场便高枕无忧了，待朕得到这断千秋，定屠你许氏满门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700年前如此，看来今日也如是。哪来的小姑娘敢这么说话？知道这都是谁吗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宗师境，只抬抬手指就……他就是断千秋的剑灵。大前三公主孙贤，恳请剑灵出山，助我大前平定天下。恳请剑灵出山，助我大前平定天下。剑灵大人在上，前国皇帝荒淫无度，致使民怨四起。
我大越乃顺应天意，安定四海，还望剑灵大人相助，终结这乱世，还百姓一个太平。你，哼，这人世间谁当家做主，我半分兴趣都没有。此番入凡尘，只为寻我的主人，谁能拔出此剑，谁便是我的主人。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若是1日后还无人能拔出此剑，届时天崩地裂，纵横3万里，再无活口。什么？得此剑者，号令群雄，这皇帝老儿的位置也该轮到我坐坐了。你这叛徒！我段千秋乃是千古名剑，什么？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试试的。不怕死的，尽管上吧。剑灵大人说的不错，宗师境还没入的人也敢染指天下。二皇子，飞虎愿为殿下一试。飞虎，天榜排名第8的血手人屠飞虎，老东西，算你有点眼力，今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宗师境的实力。段飞，到你了，莫要辜负朕的厚望。是，段飞，是天榜排名第2，江湖人称神龙无影手的段飞。什么？天榜第2？是啊，早在5年前便已是宗师大圆满，江湖无敌手，一生未尝败绩。直到2年前，一神秘人夺得天榜魁首，他才位居榜眼。世子，想必那神兵就在山顶吧？什么？段飞，你这没用的废物，给我起来继续拔！断臂求生，脑袋倒是灵光，哼。不过这剑应是无人能拔出了，算了啊，就将这地方毁了吧。我的主人自然不惧我的剑威。快，来人护驾！想我大越奋六世余烈隐忍100年，难道所有的努力竟要在此化作乌有？此人的气息怎这般熟悉？哼，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北凉王的傻儿子。奇怪，山下不是有重兵把守吗？这傻子是怎么上来的？一个傻子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丑八怪，你们在玩什么呢？我也要玩。你来得正好。小傻子，我们在拔剑呢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好啊好啊！果然上当了，谁让你如此羞辱本宫，就等着灰飞烟灭。世子，那剑太过古怪，还是算了吧。放心。世子小心！还挺结实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实力，没想到真是一个傻子，天榜第2都拔不出来，你还敢去试？没想到北凉王英明一世，竟然生了个傻子，真是可笑，可笑啊！傻子就是傻子，不怕告诉你，此前弑剑者皆已灰飞烟灭了，你就等死吧！什么？世子快走！主人，
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傻子吗？一个傻子，竟然拔出神剑断千秋，怎么会这样？主人，主人，700年了，阿秋都想死主人了。主人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主人，你不记得阿秋了？我是你的剑灵啊！700年前，你带着我纵横天下，平定乱世。可自从你冰解后，我都快寂寞死了，足足等了你几百年。现在你又不记得阿秋了。你是这把剑的剑灵？700年前，那也就是说，这北凉世子乃白衣剑仙转世，而今又有剑灵相助，若能将其招来，何愁大越不兴？陆兄，此前多有得罪，还望莫怪。吾乃大越二皇子许靖，陆兄可愿入我大越？我大越愿与北凉共治天下。放肆！你竟敢贸然招募我大前藩王！贤侄，此前我们是有些误会，你爹与我也是多年的老友了，看在你爹的份上，贤侄就随朕班师回朝吧。至于你与贤儿的婚事，一切照旧，你看如何啊？爹，不可啊！他此前是个傻子，如今虽不傻了，但屡次羞辱孩儿。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贤侄乃人中龙凤，当世天骄，他能娶你，已是你3生修来的福分，你还敢推辞？爹，你打我，你从来没打过我的。不必了，我已有意中人了。贤侄别走啊！若是你不喜欢贤儿，朕还有位长公主，她可与贤儿不同。什么？陛下要嫁长公主？世子，长公主乃是个陛下掌上明珠，不但知书达理，更是早早踏入宗师境巅峰。而今闭关3年，马上出关，届时定会与世子琴瑟和鸣，纵横人间啊！我说了，不必了。我只求北凉安宁，无心顾忌你们两国之事，莫要犯我北凉，否则我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主人，等等我！郡主不好了，潼关兵败，老王爷伤势极重，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什么？老爷，郎中让你莫要再操劳了。无碍，阿英，我让你放出的消息如何了？郡主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全军整备，10日后随我再攻潼关。此战关乎大越命脉，只许胜，不许败。是。叶老王爷别来无恙啊！秦将军，我龙虎旗正商议战事，还请将军一步偏殿吧。哼，败军之将还有脸商议战事？我问你，3天前一战，不但我越军3万精锐尽失，还连丢4城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放肆！那大前长公主横空出世，已然半步陆地神仙境，一人战我2万骑，纵是放眼天下，也无人能敌。叶老王爷拼命抵挡，能及时挽回损失已是不易，怎容得你在此指手画脚？就是，有本事你们去与那女杀神单挑呀！什么半步陆地神仙？我看皆是你们为自己找的说辞。行了，本将军来此不是听你们吵架的。叶老王爷，陛下有言，即日起在军中举办比武大会，夺得魁首者方能接管龙虎旗的帅印。叶老王爷，我看你已是行将就木，还是早早把帅印交出来吧。什么？这是圣旨？若叶老王爷还想把持龙虎旗，大可参加比武。不过您这把老骨头，若是死在擂台上，可别怪这些小辈啊。王爷，龙虎旗先锋邓飞愿替王爷出战。小女江梅也愿替外公出战。外公！原来梅儿竟是越国的郡主。世子殿下，郡主的身份非同小可，这又是越国境内，还望您隐藏身份，以免为郡主和殿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梅儿都长这么大了，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受委屈啊？放心吧，外公，我很好。呵呵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见过郡主。梅儿，这位是我龙虎旗先锋邓飞，也是我为你挑选的夫婿，你们快认识一下。外公，我有心上人了。梅儿，这位是？他是郡主的朋友。朋友，
一个毫无真气的废物。哼，叶老王爷真是好福气啊，竟还能在临终之际见到心心念念的外孙女。不仅如此，还给你带来一个毫无真气的废物。说不定这小子在别的地方有一技之长呢。胆敢看不起主人，我看他们是活腻了。既然是梅儿的朋友，便是我叶鹏举的人。秦将军不是要比武吗？那就开始吧，找死！就让本将替郡主拿下这一场。邓大哥不愧是武道九品，有邓将军在，何愁前国不灭？那小子究竟有什么本事，竟与郡主如此亲近？不过是个毫无真气的废物罢了。主人，这分明是菜鸡互啄嘛，好无聊。嘘，安静点，事后带你去买好吃的。我就知道主人最好啦，说话算话，不许反悔。没用的废物，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，还得本将军亲自来。秦将军，刀剑无眼，等会儿动起手来，要是不小心伤了你，可别怪我邓飞不讲情面。哼，前提是你有那个本事伤到我。悲欢一剑，能一击秒杀武道九品，这至少是半步宗师的功力。这种货色都能当先锋，还是王爷钦点的孙婿？我看这龙虎旗也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。外公，叶家传人江梅前来领教。郡主小心，梅儿，你……外公放心，我定会保住龙虎旗的兵权。越女剑，有点意思。梅儿，他善以静制动，配合极快的出手攻人穴位，静下心来，莫要急躁。他竟知道悲欢剑法的路数，可他毫无真气，看来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罢了。一个毫无真气的废人也敢评价秦相的武功，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。小子，若是因你让郡主受伤，你担当得起吗？郡主莫要听他胡言，他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。梅儿，听我说，他接下来一剑要攻天突，向右半步闪过这一剑，再攻其无礼。好，好啊！不愧是我的孙女。哼哼，没想到你这小丫头还有点本事。这是悲欢剑法第9式，无悲无喜无思量。能将悲欢剑法练到此等地步，至少是宗师境后期。不行，郡主快走！算你有点见识，秦将军早已是宗师境大圆满。若不是其一直低调行事，隐藏实力，天榜前5早就有他的名字了。小姑娘，你若能接我这一招，这帅印让你又何妨？郡主快走开！这一招除天榜前3外，无人能接。梅儿，阿秋，这一剑，我替梅儿接了。皇子殿下，您之前说的白衣剑仙出现了。什么？他现在身在何处？就在龙虎旗军营内，快备马！
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一丝真气都没有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终于活动了一下筋骨，主人，我表现得不错吧？叶老王爷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竟敢让北凉王世子替你出战！什么？不仅如此，你这宝贝孙女儿可没你想的那么乖呀！不但是青楼里的官儿，还伺候一个傻子5年多呢。小姑娘，傻子的功夫厉不厉害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还有这种事儿？等叶家被抄，我非得玩玩北凉王世子的女人。就是，想必这功夫一定很厉害吧？不是的，梅儿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他真是北凉王世子？你这5年都是在他那儿？哼！通敌诛9族，二皇子与4大高手正在来的路上，你们就等死吧！世子快走，这里交给我。王爷，本将恳请向二皇子殿下交出此贼，或许能免我龙虎亲一劫。虎豹骑将士听令，将此人拿下！不行！你们竟敢拿刀架着主人，我杀了你们！住手！你这么做会害了梅儿一家。哼！叶老王爷，别以为玩大义灭亲那套就能洗脱罪名。待二皇子驾到，定让你叶家满门抄斩，鸡犬不留！二皇子殿下到！二皇子殿下，叶鹏举大逆不道，私通敌国，打伤秦将军，恳请二皇子下令诛其9族。蔡大人说的没错，您看微臣这伤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剑仙大人！是你，竟拿刀对着剑仙大人！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？还不快给我退下！剑仙大人多有得罪，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怎么回事？大约二皇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竟对他如此客气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二皇子殿下，这小子是有些本事，但怎么会是什么剑仙呢？殿下您一定是认错了。你个蠢货，险些将我大越置于万劫不复之地！本皇子都在这儿跪着，你难道比我还尊贵不成？给我跪下磕头！本皇子说的话你们都没听见吗？跪下磕头，请剑仙大人原谅。世子，我外公他也要。叶老王爷自然不必，哪有长辈给晚辈磕头的道理？剑仙在上，我大越有眼不识泰山，恳请剑仙大人原谅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罢了，你们起来吧。多谢剑仙大人。剑仙大人别来无恙，还请府内一叙。不好了，前国长公主孙淑又破1城，距此地已不过3城。什么？快去请4大高手迎战！天榜前10都是这个水平，还真是没意思。一击秒杀天榜前10的4大高手，难道公主殿下已突破陆地神仙境？算你有眼力。皇姐，如今你都这般厉害了，是不是能为我报仇了？那北凉王世子陆离仗着自己有些本事，屡次羞辱我，连父皇御赐的婚都被他退了，我实在是太委屈了。哼，真当我孙家无人不成？陆离小儿竟敢羞辱我孙家公主，待我平定越贼，定去北凉为你讨个公道，让他付出代价。我就知道皇姐最疼我了，有皇姐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世子，今日之事，是老夫有眼无珠。老王爷言重了。对了，外公，你的伤……只要你能平平安安回来，外公的伤就都好了。原来外公是在骗我。罢了，看来阿秋也吃饱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，便不耽误老王爷和二皇子商议国事。皇子殿下，王爷，不好了，前军又破1城，天榜前10的4大高手全部战败，无一生还。前军势如破竹，不日将兵临城下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什么？你就是前国长公主？好大的胆子！
只带2人就敢攻我城池？二皇子似乎误会了什么。本宫此番前来，并非是攻城，而是劝降的。你说什么？自本宫出关以来，死在我枪下的亡魂已然过万。本宫虽想棋逢对手，但也不想徒增伤亡，所以你们还是降了算了。你，小姑娘未免太过狂妄。我大越立国100年，只有马革裹尸的将士，没有跪壁求饶的懦夫。老王爷，本宫此前敬你忠心耿耿，这才留你一条性命。你就这么想死在本宫的枪下？老夫无需你的怜悯。老王爷莫要冲动，4大高手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什么4大高手？分明是4大废人，连我姐姐一枪都接不住，一个个如丧家之犬一般，早就夹着尾巴逃了。什么？4大高手都败了？这仗还怎么打呀？就是啊，不如投降算了，我可不想白白送命啊。长公主，谈谈吧，如何才能平息战火？谈？二皇子殿下，在败局已定之际求和，未免有些太任性了吧？就是，长公主今日前来是来通知你们的，若是不降，死路一条。不过本公主今日心情好，倒是可以陪你们玩玩。谁能打退本宫半步，本宫便鸣金收兵。主人，这女人这般狂妄，就连我都想试试了。你觉得她很厉害？很厉害，不过比主人还差点儿。这女人厉害不假，但若是能打退其半步，便是大功一件。就让我来会会你。就这点本事吗？秦将军乃宗师境巅峰，竟连他一招都扛不住，他究竟是什么实力啊？还有谁想上前一试？手下败将，还敢心存幻想？外公，陆离，你身为大前北凉王世子，竟敢勾结大越，你这是谋逆！他就是北凉世子，可我听说北凉世子是一个傻子。长公主，陆离未经批准擅自出现在大越，还望公主殿下能惩治此叛贼。一个傻子也许本公主出手，待我平定越贼，再擒他不迟。北凉世子是陪我孙女探亲的，并非什么反贼，今日之事与他无关。老王爷，梅儿都跟我说了，这5年多谢世子照料了。老夫虽与北凉王各为其主，但老夫敬佩北凉王的为人，老夫定不会让北凉王一脉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。你千万莫要出手。爹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最懂你的人竟身在大越。孩子，梅儿就拜托你了。阿英、阿燕，按住郡主，万不可让其出手。燃烧精血，老王爷打算以命相搏。老王爷何须这般？以你的名望和人品，纵使降了我大前，依旧能享高官俸禄，稳坐王位。高官俸禄，稳坐王位。我说过，大越只有马革裹尸的将士，没有跪壁求饶的懦夫。我这老骨头还没散呢，纵是蚍蜉撼树，也不敢负皇恩浩荡。外公不要！本宫敬业老王爷，你们来人将他带回去，好生医治。外公，见贤大人，我大越本是前国帐下一诸侯，奈何前国反复无常，鱼肉百姓，重税之下，先祖方才叛前立越。而今前皇无道，若是我大越归降，安有活路？还请见贤有好生之德，助我大越。堂堂大越二皇子，竟拜一傻子。实话告诉你，就算他出手，也绝非我皇姐的对手。就是，
他不过是侥幸拿了一把剑。我们长公主可是陆地神仙境，杀了他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二皇子殿下，他虽然有些实力，但也绝非陆地神仙境的敌手啊。小傻子，你辱我皇妹在先，抗旨悔婚，如今又身在敌国，我也不介意先手刃你这叛徒。梅儿，你怎么想？我不想让外公的期望落空，但我也……那就够了。公主殿下，按照赌约，你已经输了。少废话，棋逢对手何其有幸，你就不想放开了打？那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放心，我受得住。这起手式乃大前长公主最强一招，名为枪断成空。就是这一招将临危城击穿，所到之处灰飞烟灭，方圆10里无人生还。一招灭一城，这当真有如此威力？千真万确，龙虎旗3万精锐，就是被这一招秒杀。世子不要！今日定让你灰飞烟灭，将往日之辱通通偿还。什么？我竟然败了！长公主，这怎么可能？一剑击败陆地神仙境，他究竟是什么实力？高祖显灵，我大越有救了！大越有救了呀！主人，这个女人还真是厉害，若是没有主人，恐怕她就是天下第一了。长公主，得罪了。这一剑，你有用全力吗？我就知道，接下你第一剑时便知自己绝非敌手，但没想到会差这么多。所以，长公主根本没想夺去一城百姓的命。我只是知音难觅，又不是杀人狂魔。看来我离天下第一还差得远啊！待长公主伤愈，随时赐教。一言为定。这一场是本宫败了，明日一早，本宫就此收兵。等等，前月相争100年之久，依我看，不如就此平息战火，还天下一个太平。从今往后，以此地裂缝为界，两国再不得擅自动武兴兵。长公主、二皇子，你们可有异议？开什么玩笑！此前潼关都险些被我们大越拿下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长公主出山后，整个越国都应划入我大前境内。就是一个傻子也敢在此指手画脚。姐，别听他的，带我们回去调遣20万大军，加之皇姐的武力，定能踏平北边和越。我大越只想寻一个安生，如此最好。我许靖替大越万千子民拜谢剑仙大人。一剑止戈，救万民于水火。想不到北凉世子竟有如此胸怀，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世子胸怀宽广，本宫输得心服口服，自然履行承诺。好啊，梅儿，早知你与如此英雄相伴，外公便不会叫你回来了。你怎么不告诉老夫啊？外公，梅儿来看您，也是思念你呀。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姐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们越国屡次进犯，北凉又频频羞辱，你可得为我出这口气啊！人会说谎，但剑不会。
领教过他的剑，若他真如你所言，是绝无可能练就出如此纯粹的剑，所以是你骗了我。姐，你相信我啊！不是的，小姑娘，我信你。陆世子悔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郡主不想说，那便我来说。你们大前三公主好大的威风！北凉王尸骨未寒，他便登门退婚，还意图谋取北凉王位。若不是世子及时觉醒，北凉恐怕都要姓孙了。北凉王世代为我大前镇守边疆，你竟敢背信弃义，贪图其王位！我孙叔一生光明磊落，怎会有你这样的妹妹？我今日便用你的命祭北凉王在天之灵！长公主不可，三公主可是您亲妹妹啊！即便她有错，回头再议也不迟啊！姐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陆世子，家妹管教不周，犯下弥天大错，不求世子原谅，只求能让本宫将其带回，定会给世子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就依长公主所言。还不滚过来跪下道歉！姐，你让我给这傻子道歉？对不起，跟我回去。计划提前，我要他满身修为，皆为我所用。是。剑仙，这一杯我替大越百姓敬你。二皇子，你已替大越百姓敬了我不下10杯了，我真喝不下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自己喝。我替世子喝。世子能解决前越之争，足可以名留青史。老夫也敬你。我喝。明明不胜酒力，还喝这般多，你呀你呀！世子，梅儿今天好开心。梅儿，你喝醉了。听我说嘛，今日是爹娘走后，梅儿最开心的一天。在北凉王府的日子，辛苦梅儿照顾我了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跟世子在一起的日子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但我知道有朝一日你我定会分别。现在好了，外公答应我可以一直留在世子身边了。世子，梅儿想抱抱世子。我都干了什么？梅儿起得好早啊！世子，昨晚的事儿，你昨晚？哎呀，喝了好多酒，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去给世子打水。进。长公主，三公主已经知道错了，此前赴北凉也是受人哄骗，这才犯了错。这是她亲手熬的凝神补血汤，您就原谅她吧。告诉她，若不能安抚北凉将士，便在宫里关一辈子禁闭吧。是。
本公主说话你没听见吗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不过，你马上就不是公主了。你竟敢暗算本宫！皇姐莫要再费力气了，这可是西域秘传的毒药，加以10香软筋散，保证让你浑身无力，还能吊着一口气。你什么你？还当自己是高高在上的长公主吗？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大钱就只有我一个公主。为什么？我何时曾亏待过你？因为你就是个废物。与大越一战，你明明还有20万精兵可雕，偏偏要找那个傻子去单挑，居然还败给那个傻子。你以为只要调动那20万精锐就能稳操胜券？废话！可你若是杀了我，更无人能挡陆世子。谁说我要杀你？你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？两仪破天镜，这是我大钱至宝，你竟要拿它对付我？是又如何？2仪翻天镜内，2人境界可互相调换。从此以后，这大钱的第一天骄就是我三公主孙贤的了。方天师，动手！是。你。红马尼巴猕猴。这就是陆地神仙境，陆离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定要踏平北凉，偿还我往日之辱。恭喜三公主，贺喜三公主！让段飞去北凉，把那一老一小给我抓回来。还有，照顾好这个废物，别让他死了。是。贤儿，都退朝了，你还拉着朕不走是为何啊？说吧。是你看上哪块封地了，还是你喜欢哪件宝贝了？儿臣今日留父皇，是想给父皇一个礼物。哦，你竟然会给朕礼物，这还真是难得一见啊！快让朕看看是什么。圣上，看来这次您是不打算演戏了。少废话，快进去！你们这群畜生，当真不怕我弟弟找你们报仇吗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你这是做甚？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你的亲人？你这样会害死朕，会害死大钱的呀！父皇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般窝囊？大钱20万精兵已埋伏在城内，更有天榜前3的段飞相助。何况他北凉有陆地神仙，我大钱就没有吗？我还真怕他不来呢。你是说舒儿？父皇，你真是老糊涂了。睁开眼睛看看，究竟谁才是陆地神仙境？这什么？你用了2仪翻天镜，你竟然对你姐姐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？那又如何？父皇。待我平定北凉，这皇位也该换人了吧？陆地神仙境，20万精兵，绝不能让阿弟来赴这鸿门宴。陆世子，不好了！前国三公主抓住了于太君和陆郡主，并放出消息，让陆世子独身前往大前。谢贤大人，我大越立即出兵，助你踏平他前国。无需这般，大胆孙贤！竟敢一而再，再而三！阿秋，我们走。是。世子，别丢下我！三公主孙贤英明神武，平定北凉，为我大钱立下不世之功。朕自知不如，今传位于三公主，以扬我大钱国威，一统天下。陛下还不快些？难不成你也想尝尝断臂之痛吗？真邪！造孽啊！残害忠良，逼宫谋反，三公主还真是胆大妄为啊！陆家的人胆子都不小啊！本宫今日就给你尝点苦头。北凉陆氏，难道没人教你们忠君爱国、为臣之道吗？哼！你也配提忠君爱国？放肆！朕乃大钱女帝，我陆家忠的是名正言顺，
而非你这等篡位的奸贼。我说错了吗？退婚谋帝，迫害手足，逼宫谋反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你哪配得上这身黄袍？朕杀了你！住手！你不能杀她，她是陆离的姐姐，是你用来保命的最后手段。保命？我陆地神仙境加之20万精兵，该想如何保命的人是他们陆家。就是，何况还有段先生助阵，定让那陆离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们根本不知，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。我孙家怎么会出你这么个蠢？干得不错，待平定北凉，朕定封你个将军。谢陛下。不过朕倒是反悔了，就让那个傻子亲眼看看他姐姐生不如死的样子吧。自作孽不可活！什么大千三公主，什么陆地神仙境，你就这点能耐啊！你当朕不敢？朕就是想看你这惨相。80杀威棒伺候，朕非打断他的骨头，看他嘴硬到什么时候。是。只要我一死，阿弟便无所顾忌，也无需再来这龙潭虎穴。对不起，阿弟，姐姐无能，这是姐姐最后能为你做的事。够了！剩下的杀威棒，老身替他。于老太君与陆夏是一心求死，如此陆离便不会受制于人。孙贤啊孙贤，得罪陆家，你神仙难救。就凭你，老东西，你受得住吗？不试试又怎知道？还是说三公主是个贱骨头？老身不辱骂你几句，便无法替我的孙儿分忧了。老东西，你放肆！什么？郡主殿下，走啊！越国距此至少7日路程，怎么消息才不到半日，他便赶来了？长公主，看来你不但没能管教令妹，还反被其夺去了修为。惭愧，放了我的家人，留你一个全尸。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！陛下，臣来助你。哼，陆地神仙境加上宗师大圆满的合力一击，纵使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难逃一死。阿弟，走啊！灵儿，快走！老身活了这么久，早就够本了。我们陆家没有怕死的懦夫。不行，这不是你插手的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和你姐姐比，真是差远了。你说什么？别过来！再动一步，我便杀了他们！你我同为陆地神仙境，这距离你不可能比我快，卑鄙！说，这陆地神仙境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不然我怎么会跟他差这么多？我早就说过，你是在自掘坟墓。快说啊！我现在就杀了他！是你自己蠢，莫要怪别人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假的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！
到了，是我的剑快，还是你的枪更快？就算赢了我又如何？这城内藏着20万精锐，你也别想活着回去。三公主殿下不好了，城内20万精锐悉数被灭，城中再无精兵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20万精锐！什么20万精锐？本剑灵3分力都没用上，他们就倒下了。陛下，20万大军全军覆没，没了，全都没了。那20万精锐可是大前最后一道屏障，都没了，都是你这蠢货害的！都是骗我的，都是骗我的！这就是你所有的底牌吗？未免太可笑。你不过是运气好，偶然得到一把神兵，神器什么？执迷不悟。剑仙且慢！你要挡我？还望剑仙高抬贵手！我大前100年的基业，您这一剑下去，可就彻底毁了呀！他孙贤作恶多端，屡教不改，难不成还要由他为人间？非也呀！孙贤他逼宫谋反，死不足惜。可您不知，这两仪翻天镜不但能调转两人功法修为，还会将两人性命相连。您这一剑下去，朕的长公主也会没命的。什么？他说的是真的。是本宫管教无方，未能看出他的狼子血性。本宫理应陪他入地府。动手吧！怎么下不取手？本宫挑选的知己何时这般婆婆妈妈了？不然就把剑借我，我亲自手刃这败类。你会是个好皇帝。多谢夸奖，本宫只是可惜，不能再与你交手了。所以我会另寻他法。那破镜子在何处？两仪翻天镜乃天赐神物，神仙法宝，你毁不掉的。你不想我姐姐死吧？放过我，我把她许配给你，不是比你那青楼的好？我知道，你只是想装那正人君子。我姐姐无论样貌、家世都比他好太多太多了。你放心，我姐姐她没有半点修为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天赐之物，神仙法宝。今日纵使大罗金仙下凡，我也要你死，让他活。不行，那镜子不知藏了多少玄机，贸然出手一招反噬。我会怕他。北凉世子竟有如此神通，不愧是本宫的知己。不可能，这是我大前镇国之宝，天赐之物，怎么会？不能杀我！杀你都怕脏了我的剑。陛下，三公主她……来人，将逆贼孙贤乱棍打死，丢出去喂狗。是。差点忘了你。姐，没事，小伤而已，休息一下就好。对不起，若非世子陪我回家，陆夏姐和老太君也别这么说。你以后可是我陆家的媳妇，阿弟陪你回娘家，何错之有？本尊的分身竟被这小子杀了！不过他一口气杀了20万精锐，如此一来，我们魔界大门就快要开了，届时就是我们的天下了！诸位且慢，陛下，敢问还有何事？孙宪屡次冒犯北凉，是朕管教无方，
朕在这里给北凉的各位赔罪了。陛下无需这般，三公主已死，20万精兵全灭，北凉的怒火也该平息了。想我半生荒淫无道，纵容孙贤犯下滔天大罪，而今淑儿年少有为，能识大体，朕理应让贤，所以还想请北凉的诸位给朕做个见证。一切争端因我而起，我打算从今往后皈依佛门，吃斋念佛，不问红尘事。正好，老身也有此意。此一战离儿杀孽太重，陛下若不嫌弃，你我便一同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意已决，你们莫要再劝了。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啊！来人，那纸笔，朕要下罪己诏，让皇位与长公主。是。真不打算看朕的登基大典。陛下，我已太久未回北凉，明日便要启程了。至少今晚陪我喝个酒吧。放心，不会和你抢的，只是喝喝酒而已。陛下，我没有。走了，回去休息。哦。陛下找我来，不单是为了喝酒吧？酒逢知己千杯少嘛。陛下放心，北凉不会反。今日不谈国事，倘若当初父皇是将我许配给你，你还会退婚吗？倘若你也没遇见你的梅儿呢？可惜没那么多倘若，父皇也不舍得把我送去北凉。陛下要去哪儿？吹风赏月。陛下，您喝醉了，好好休息吧。你也快回去吧，别让你的心上人等急了。臣告退。可别让我追上你，否则我定把你收了。定不负陛下所托。若世子能与陛下喜结连理，倒也好，也好。唉，算了。梅儿，世子殿下，收拾东西，明日一早启程回家。好啊！88妖星重新出世，就连我们3人也已踏入陆地神仙境，占领人间指日可待呀！藏了这么久，终于能扬眉吐气了。大人，我们先从何处开始啊？当然是越国。越国兵力最为疲弱，只要占据越国，便可顺势攻打前国与北凉。不行，陆离是白衣剑仙转世，他若不除，我心不安。就先从北凉开始，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原北凉王世子陆离平定叛乱有功，今继承其父王位，日后世袭罔替。念在其封无可封，特赐丹书铁卷，受并肩王之称，与天子共治天下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88妖星重现，魔尊降临，不好了，主人，要天下大乱了！什么？88妖星不是700年前就被白衣剑仙斩杀殆尽了吗？当年88妖星只是形灭，魂未散，而今有人将开启魔界之门，将他们放出来了。不对，不只有88妖星，还有3大魔尊。什么？这该如何是好？不行，
纵是当年的主人也无法敌过三大魔尊与妖星的联手。阿秋，你有办法的吧？若主人能回到当年冰界之地，与前世修为相融，便可斩仙诛魔，再无所畏惧。可若是失败，便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入轮回。什么？带我去。与前世修为相融，单凭你一人是不够的，需有一人在身旁为你调和。一旦失败，此人也会一并消散。殿下，我们走吧。梅儿，你……我只怕不能与殿下同生共死。主人，生死就看这一日了。明日午时之前，阿秋会尽可能替你守住北凉。梅儿，其实你无需这般。殿下可还记得孙贤上门挑衅那日？你不记得了吧？那天你说要娶梅儿，梅儿真的很开心，哪怕是痴语，哪怕是梦呓，可梅儿一想起还是会笑，说梅儿没有这剑气，那就好了。原来你一直在意此事。梅儿，那时的我并不傻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死，本尊不死不灭，停留人间千百载。想杀我，他陆离还不够格。不够格？那你在皇宫那日倒是别跑啊！不过是本尊暂避他锋芒罢了。话说得漂亮，那日山峰之上跪地求饶之时，可没这般神气啊！你，老夫今日就让你魂飞魄散！陆离他人呢？快让他滚出来受死！想见主人，先跨过我这关。切记，一旦超过1刻，你定会身形俱灭。怎么可能？刚才那一击，非陆地神仙境绝无还手的机会。难不成他已突破至陆地神仙境？怎会这般快？废话少说，受死！殿下，别担心，梅儿在呢。白衣剑仙，寿命并就不过100载，待你身死，我定会卷土重来，杀光你后代。执迷不悟，你知道，以你的修为是杀不死我的。
既然杀不死，便困你于人间几百载，断了你的真气源泉。你打算以肉身反骨封锁魔界之门？你疯了！如此会抹除你在人世间的存在，直至魔界之门再次松动，届时再不会有人记得你。不行，我相信他会找到我，也相信几百年后的他能让你魂飞魄散。疯子，你这疯子！放心，我会化作寒梅相伴，在几百年后，等你兑现娶我的誓言。不要！没事的，殿下，雷儿在呢，一直都在。没想到骨头还挺硬，竟然能扛住我3人联手这般久。不然就把这北凉屠尽吧，我就不信陆离那小子不出来。也好，若是北凉死绝，他还不出现，便也无需忌惮了。不行，不能再打了，不然你会粉身碎骨的。还没到一刻。他还能站起来？怎么可能？如此重的伤还能起来？起来！既然你一心求死，我便成全你。北凉将士听令，救郡主，护城门！救郡主，护城门！老东西，你们找死！快走！大前女帝孙淑特来援助北凉，暂且退下，是时候还他的恩情。小心，他们非同小可。来得正好，省得我们去找你了。一群丧家之犬也敢在此精英狂会，今日我便替大前清理门户。不过是打了几场胜仗，杀了一些废物，还真当自己天下无敌了。我三魔尊降世，还不快速速跪下！跪！朕乃人皇，何人受得了朕一跪？人皇？小姑娘，你还搞不清形势啊！我们3人皆为陆地神仙境，你现在跪地求饶，并说出陆离下落，或许还可饶你不死。昔日连我一掌都挡不住的废物，哪来那么多废物？要战便战，不敢的话便夹着尾巴滚！就让我来会会你！哼！实不相瞒，你这模样，老子可是垂涎许久了。看我不打断你的手脚，令你终生为奴！果然是魔界鼠辈。大前女帝难道不知兵不厌诈的道理吗？你胆敢只身迎敌，便要做好以一敌3的准备。谁说他是只身迎敌了？大越定南王叶鹏举奉二皇子之命，特来效助。还有我，老夫道号玄真子，今替我徒儿陆离镇守北凉，渡此劫难。2个陆地神仙境都没有的人，也敢来凑热闹？我看你们是嫌自己命太长了。尚未交手，便料定胜局已定，阁下岂不知骄兵必败的道理？就是，蔡副将，看来你这嘴上逞能的本事始终未改啊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朕来应对，二位看准时机，辅助朕。就是现在！
这女人的功力又有长进了。区区鼠辈，不过一招得道，还要抱团取暖，真是令人不齿。怎么可能？我要杀了你！够了！还真如那女人所言，你们就是一群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。你吸收了88妖星的真气，还有你们！竟然亲手杀了自己人，无耻！无耻！哼！本尊等了这么久，可从未想过与人共治天下。我要的是独揽三界。自私自利、失道寡助，你这种人也配得天下？少废话！快说，陆离那废物在哪儿？何必对他这般执着？难道你怕了？本尊会怕他？本尊不过是想报700年前的一剑之仇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是个废物。什么魔尊，还不是被一凡人压制了700载？这700年过得战战兢兢吧？放肆！既然他陆离要做那缩头乌龟，我便把他最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碾死。就从他的师傅开始吧。住手！否则阿弟归来定将你碎尸万段！碎尸万段，来呀！你们不会还指望那个临阵脱逃的废物能救你们吧？主人才不是什么废物，他正与前世相合，5时一到，定让你负100年之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说，怎么一直不见他的人？原来是去求死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哼，笑话！古往今来者，除却天尊大人，常是与前世相合者，皆身死道消，身形俱灭。就凭他想得美！主人，阿弟，本来对他还稍有忌惮，如今倒好，他竟自寻死路了。哈哈哈哈！不行，你不能再起来了，快退下！老夫活了这般年数，也不该赖着不死了。我徒儿定会赶来救你的。看来你真是一心求死啊！是为知己者死，何其幸害！段千秋。急着送死，便先拿你开刀。5时已到。朕就知道，他定不会让朕失望。主人，魔尊，前世今生的债，是时候还了吧？不可能！你不是与前世相合了吗？怎么可能站在此处？很奇怪吗？我知道了，定是你藏身某处，在虚张声势。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不，这不可能！魔尊，你是活了太久，老糊涂了吧？连当年封存魔界之门的人都忘了。是你当真与前世相合了？
陆离，你杀不掉我的！你不会还想让那贱人封印我魔门700载吧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阿姐、阿秋、师傅、老王爷、陛下，多谢了。徒儿，这是宿命，亦是轮回，快去吧。殿下还在等什么呢？如此天赐良缘，是多少人几辈子修不来的福分。天道，他魔尊为祸人间之时，怎么不见尔等出手？而今竟大言不惭召我入仙班，做梦！你竟敢违逆天道！是又如何？殿下你，我还未兑现100年誓言。恭喜恭喜！夫妻对拜，入洞房。